保姆杨生对楼上这人道：真是不好意思啊，聂公子，打扰到您休息了。楼上的男子一双刀刻般的美目在保姆身后的人身上转了一圈，微笑道：无妨，我方才在屋中也听了个七七八八，你身后的这位公子想必也是慕名而来，就这么让客人败兴而去，有违生意之道啊。可是……保姆一脸为难地看他。这次这位男子直接对任成飞说道：这位公子，方才冷蝶儿正在屋中为在下弹琴唱曲，若你不介意，可与在下把酒言欢，顺道领略一番中原名妓冷蝶儿的风采，如何？任成飞没有拒绝，或者应该说没有人能够拒绝这样一位彬彬有礼卓尔不凡的男子。稍寝，任成飞走进3楼的雅间之中，在席间盘腿而坐，立刻有相貌清秀的丫头前来摆上美食，再为他斟满酒。已经径直坐在任成飞对面的白衣男子则自己动手倒酒，先干为敬，随后勾起一抹略显得懒散的浅笑道：这酒乃名驰天下的仙人酿，闻时清香入骨，饮时甘醇入髓，世间难求千金难买，尝尝。任成飞学这人的样子，举杯一口饮下，随即呛得面红耳赤。在家中向来被兄长管得过严，这是他头一回饮酒。二爷，坐在他身后的护卫赶紧倒茶递到他面前，接过茶喝了几口，任成飞才算缓过气来，眼角瞥见对面男子勾起薄唇似笑非笑的脸，双颊蓦地一烫，放下茶杯，对身后的护卫吩咐道：孙爷，你出去等。二爷，出去。护卫犀利的双目在屋中转过一圈，落在对面男子狞笑的脸上，片刻后才垂手退出去。白衣男子又给自己倒了一杯酒，轻饮一口。任成飞拦下欲在为他斟酒的丫头，自己拎起酒壶满上。是我哥安排的，身手不错，跟了我不少年。你哥？白衣男子再小酌一口。对了，在下姓聂，别人都叫我聂公子，还未请教公子的尊姓大名。任成飞不以为意的道：我姓任，名成飞。聂公子喃喃：任成飞。随后一笑：如雷贯耳。真正如雷贯耳的应该是我哥才对，我呀，顶多是沾了点杜鄂成和我哥的光。任成飞之所以有这点自知之明，主要是因为对兄长的崇拜和敬佩，因此在说这些话时没有丝毫的不满，反而骄傲至极。杜鄂城主任鹏飞。聂公子转动酒杯，凝视印在杯上的花纹，笑容淡淡，须臾后放下酒杯道：我想冷蝶儿应该补妆完毕了吧？连丫头，去请你家小姐吧，任二公子在此怎可怠慢？是。方才为任成飞倒酒的小丫头脆生生地应了声，便退出去了。等到名妓冷蝶儿千呼万唤使出来时，任成飞不免有些失望，美则美矣，无甚灵气，反倒是坐在对面的白衣男子看起来顺眼得多，纵然由始至终都是一副懒淡的模样，偶尔对上他的目光，举杯浅笑。一来一回，不知不觉就有些喝多了，好在仙人酿不上头，就算是头一回喝酒的任成飞也无太大的反应，只是有些头昏。在护卫的搀扶下，还算是能走得动，只不过护卫为防万一，雇了辆马车送他回杜鄂城。回到自己屋中，本想倒头便睡，没曾想向来令他又敬又畏的大哥早在此恭候多时。哥，
任成飞没什么力气的唤了一声，拖着脚步走到床边，一屁股坐上去。怎么回来的这么晚？任成飞知道瞒不过他，索性一五一十说了。任鹏飞听罢，良久无言。见任成飞双眼就快要撑不开，才淡淡道：“你长大了，大哥不会像从前那样管你。”回答的声音模模糊糊。任鹏飞轻叹一声：“你休息吧。”任成飞的身子顿时瘫倒在床上，不过片刻便传来细细的鼾声。任鹏飞上前，轻手轻脚地帮他褪去鞋袜，解下外袍，推到床上摆正，再拉过被子盖好掖实，这才吹熄蜡烛走出屋外。走在院子，任鹏飞挥手招来一人，低声吩咐道：“你去查一查，月云楼里面的聂公子是什么来历。”是。院里又只剩下任鹏飞一人，他双手负于身后，走向亲信住的明阁，看一看女儿睡了没。夜色如霜，他对月独酌，一杯接一杯，直至抑制不住的咳嗽打断。然这一咳，咳得撕心裂肺也未止。少爷！屋外有人闻声闯进，冲到旁边的矮柜找出一个药瓶，倒出2粒药丸先递与他，再赶紧为他上一杯温水，服药后饮下。药吞咽下去后片刻，咳嗽才终于止住。他闭上眼，等胸口的刺痛缓去。闯进屋中的冷蝶儿赶紧把他方才丢落在席上的酒壶酒杯收起，再找来抹布吸干酒液。少爷，你的内伤还未痊愈，喝这么多酒伤身，你还是少喝些吧。冷蝶儿拭干草席，见他仍合眼不动，担心不禁细上眉头。少爷，华夫人又来信了。他终于动了下。娘。是的，他想让你回去。他缓缓睁开眼睛，望着窗外的月，本来迷离的眼中逐渐透出不容置喙的坚定。不，我不回去。冷蝶儿低头把抹布放在一边，轻声道：“少爷，华夫人找了你20几年，她此时最想做的就是好好陪着你，照顾你。你看，你来蜀地2个多月，她的信就送了20多封，她舍不得再和你分离。”望着明月的人隔了半晌，才哑着声道：“等我心愿了了，就回去陪她。”少爷，你别说了，娘她同意的，否则她不会让我来这。看窗前的人一脸淡漠，冷蝶儿再无语，收拾好东西，默默退出屋外，轻轻掩上房门。天下之大，遍地林木，总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中原的生意少了一半，那就把生意开在其他地方，先稳定都尔城的根基，再做打算，总不能被人一再打压下去，这不是任鹏飞的作风。可在他为反击一步一步布局实施时，却遇上一些令他半夜睡不着的事情。天下再大，那也是皇帝的，在皇帝老儿的土地上做生意，就得和他手底下的官打交道。京城离蜀地相隔108000里，皇帝老儿又终日坐在守备森严的皇宫之中，任鹏飞本事再大，也抱不住皇帝的大腿。所以都尔城在生意道上的靠山是在京为官的一个2品官员。每次任鹏飞上京城，都会拜见这位给都尔城行过方便的户部官员。就在任鹏飞打算上京请求这位官员再行个方便，让都尔城的生意开到别处去时，这位官员就以贪污受贿的罪名被罢官抄家，押入大牢了。一下子就抄了位2品官员的家，当下给朝廷上下的官员造成恐慌。就算任鹏飞在朝中还拉拢过其他品阶较低的官员，这时候恐怕也没有人敢往枪头上撞。然真正让任鹏飞疑虑烦心的并不是这件事，而是事情的巧合性。
就在都鄂城的一部分生意让出去后不久，这位官员就被罢官抄家，真有如此巧合？真是巧合也便罢了，但向来善于洞悉事情的任鹏飞已经嗅到了阴谋的味道。若是真如他猜测的那般，有人在暗中动手脚，而且是与这段时日来暗中与都鄂城作对的人是同一个，那真是令人头皮发麻了。一个能轻易把一位二品官员拉下马的人，他的真正身份恐怕不是任鹏飞这样无官无职的人能与之抗衡的了。思及此，任鹏飞不仅半夜睡不着，每当听到都鄂城的生意哪里又被人打压得开不下去，或是抢不过其他店铺，收入每况愈下时，更是头疼欲裂。有时候他甚至不知该如何批复下去，对着空白的批条揉按太阳穴。主上，任鹏飞放下手，看向来人。何事？二爷又上月营楼去了。任鹏飞眉目拧得更紧，这已经是这个月来的第9次，只要任成飞出门，十有八九是上月营楼，而他去月营楼的原因却不是迷上哪个青楼妓女，而是去会一个日夜宿在青楼的风流公子聂隐。任鹏飞派人打听过，聂隐是一个从京城来到蜀地游山玩水的富家公子，听闻名妓冷蝶儿的风采，便重金包下。这1个多月来，在月营楼里日也逍遥，夜也逍遥，全然沉浸在温柔乡中，乐不思蜀。本来这不干任鹏飞什么事，但任成飞自从与这个聂公子见过一面后，像是遇上知音一般，一得闲便上月营楼与这个纨绔子弟饮酒作乐。本来让他保护的滴酒不沾的弟弟，此时俨然是一个酒场饕餮，哪里有什么名酒佳酿，背得比打小就学的3字经还熟。也不知这人有什么魅力，把任成飞这个凡事都不过一时兴起的人哄得团团转，至今都还流连不舍。听到属下报告这件事时，任鹏飞忽然有种想要会一会此人的念头。既然任成飞把他当知音，那这个人的人品就不能太过糜烂，若不然他光传授任成飞一些伤天害理的事情，不知道又会让任成飞闯出什么天大的祸事出来。不过目前任鹏飞也只是这么一想，他可不像任成飞头上还有个哥哥撑腰，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闲去逛青楼。只要他这个宝贝弟弟没有再干出什么出格的事，基本上他就不会出面。就在任鹏飞这么想的时候，他的弟弟任成飞压根忘了城中的事物，正蒙着眼睛在美人堆里玩耍。聂隐像往常那般披头散发，半场衣襟盘坐在窗前，一手酒壶，一边酒杯，倒满酒杯一杯接一杯。他勾起唇，懒懒地笑看不远处任成飞抓美人，很小儿科的游戏，任成飞却玩得尽兴。冷蝶儿跪在他旁边，看他们玩得差不多了，开始倒酒进小桌上的空杯里。是了，长长的指甲在杯上一弹，有什么白色的粉末便进入酒水中，顷刻消失不见。冷蝶儿放下酒壶后，朝聂隐看过去一眼，聂隐的唇更往上勾了些。玩得实在累了，任成飞一把揭开蒙眼的布条，兴冲冲地跑过来坐在小桌边，一把拿起刚刚斟满酒水的酒杯，一口饮下。好玩，你太好玩了！重重放下杯子，任成飞尽兴地长吁一口气。冷蝶儿笑着为他递去一张干净的帕子，柔声道：“任二公子，看你玩得一头汗，快擦擦。”任成飞伸手接过，不经意间与冷蝶儿葱白如玉的酥手相触，细腻柔嫩的感觉让未经人事的任成飞双颊酡红，赶紧扯过帕子胡乱在脸上擦去。丝质的帕子泛着淡淡的香气，挥之不去地萦绕于心头。任成飞星辰般的双眼在冷蝶儿笑盈盈的脸上匆匆扫过一眼，暗忖道：奇怪，之前明明觉得冷蝶儿不怎么样，如今
怎么越看越是迷人了呢？聂隐饮尽杯中酒，轻轻放下酒杯，挥手让屋中的其他人离开，随后方笑道：呵呵呵，看仁二公子玩得如此痛快，难不成小时候未玩这样的游戏？任成飞又把一杯酒咽入腹中后方道：玩过是玩过，只是没玩到如此尽兴。哦，陪我玩的那些下人生怕我磕着碰着，玩什么都战战兢兢，一点都不痛快。那倒是。你是主，他们是仆，出什么事可担待不起。其实最主要的还是我哥，他怕我出事。我爹娘死得早，是他把我拉扯大的。任成飞爬上席子，显得有些疲惫地躺在软垫上。我是我娘用命生下来的，她就拼了12分的力气来照顾我。怎么好想睡呢？许是玩得累了，那你就先躺一会儿吧。聂隐的目光停留在他身上。也好。尾音方落，任成飞便已经沉沉睡下。冷蝶儿手放在他肩膀上轻推数下，他皆没有回应。冷蝶儿方朝聂隐点点头。聂隐不紧不慢地为自己斟一杯酒，悠悠地饮了一口后，用低缓的声音清晰地说道：你叫什么名字？任成飞。今年多大？19。家中还有何人？一个哥哥。他叫什么？任鹏飞。睡着的人竟自己开口了。聂隐满意的笑了。在渡恶城中的内应已经被发现，他们暂时失去了有关于渡恶城内部的消息，正打算在安排拉拢其他人手时，任成飞送上门了。有关于渡恶城的大小事情，除却任鹏飞，恐怕最清楚的莫过于这个任二公子任成飞了吧。思虑周密的任鹏飞千防万防，一定料想不到他会从任成飞身上下手。任鹏飞对这个弟弟的宠爱与不设防，也许便是他最致命的弱点。任鹏飞现在在哪儿？在城中。冷蝶儿抬头看一眼身边的人，也许连他自己也不知道，每次念起任鹏飞这3个字，他的声音都会重一些。他在城中干什么？处理生意上的事情。最近正准备把生意重心移至西南。哦，那么他何时动身？不，我哥不会娶的。为什么？因为他内力尽失，出门在外容易在人前泄露。聂隐澄清的双眼掠过一道锋芒。内力尽失？他怎么会内力尽失？这次任成飞过了许久都未回答，这并不是指他不知道，否则他会直接说出来，更有可能是他不确定他所知道的到底是不是真正答案。因此聂隐很耐心地等待他再次开口。终于任成飞不确定地回答了：也许是因为我。因为你。我中过蛊，我哥为了救我一命，曾带我去过万恶谷。当时我一直昏迷，并不清楚都发生了什么事，只知道从万恶谷回来后，他的内力就没了。他骗我说是练功走火入魔，但我又怎么会笨得猜不出来？肯定是那个像从地府里爬出的恶鬼一样的鬼婆婆拿什么条件折磨他了。聂隐没了再问下去的心情，看向任成飞的双眼泛着清冷的寒意。尽管他曾经调查过任鹏飞之所以会进入万恶谷的原因，但当这件事情
再一次从任成飞嘴里说出来，他心中就涌出难以抑制的杀意。他渐渐明白，当年的一切不过是场鬼婆婆与任鹏飞的交易，尽管真正的内情知道的只有2个人，并且一个人已经死在他手中，但任鹏飞为了救弟弟一命利用了他，却是个不争的事实。为了救下任成飞，一个男人，尤其是像任鹏飞这样倨傲的男人，竟肯屈身在另一个男人的身下，该是何等感情深厚。看着年过19仍被保护得如此天真，更甚是近乎愚蠢的任成飞，他就有一股想要毁灭他纯真的冲动。没有谁能够一直天真。聂隐对着任成飞冷笑：冷蝶儿，少爷，你愿意吗？冷蝶儿莫名地看着聂隐，顺着他的眼睛看向躺着的人时，脑中一片雪亮。他勾起唇，媚笑道：如此俊的公子哥儿，外头的姑娘们要是知道，抢都来不及。蝶儿又如何会不愿意？聂隐也笑了，懒淡的一抹笑，却莫名令人头皮发麻。他抓住酒杯，拎起酒壶站起来，朝屋外走去。交给你了，让这小子明白，这世间更好玩更销魂的事情多了去了。聂隐推门出去，被任成飞喝令守在走廊里的随野立刻望过来，看他出来，走过来正欲进屋，聂隐伸出拎着酒壶的手拦住门，笑道：你家二爷还在休息，现在就去打扰，他会生气哦。随野脚步一顿，犀利的双眸笔直瞪向聂隐，却未能把他脸上透着一股邪气的笑瞪去半分。最终随野冷哼一声，退回原处，抱剑背靠在刷着红漆的柱子上。聂隐对他微颔首，一手酒杯，一手酒壶，摇摇晃晃地走进不远处的另一间屋子。